这是正宗的少林罗汉拳法，其中罗汉堂的弟子最为厉害，注意不住气，助气不助力，建立生力，建立化力，建立得力，建立饶力，进步捷如风，失机退一快，变化如蛟龙，持快分胜败。这个小和尚武艺高强，与住持比试武艺，尽管如此，可小和尚还是不敌。住持虽占上风，但并未伤小和尚分毫。就当住持打算收手时，不料对方却用香炉暗算，出手如此阴狠毒辣。原来此人并非真和尚，而是锦衣卫总管王成手下锦衣卫第一猛将齐天远。少林高手如云，很快齐天远就被罗汉堂弟子击倒。话说明朝末年东厂篡权，锦衣卫总管王成横征暴敛，到处都是灾民遍地，民不聊生。武林中人揭竿而起，行侠仗义，因此纷纷遭到锦衣卫的追杀。少林寺敞开大门，收留落难之人。总管王成大怒，为了铲除异己，命手下第一猛将齐天远剃掉头发，烫上戒疤，乔装成和尚，还为他打造了一个全新身份——金光寺高僧了空，派他去夺取少林之宝木棉袈裟，同时接管住持之位。说罢，王成便亲自率领大队人马，浩浩荡荡，直接就闯入少林寺，以莫须有的罪名逼迫住持元慧大师交出木棉袈裟传位给了空。少林寺一直是中原武林重地，历届住持都曾经过层层甄选。元慧大师看出王成的阴谋，为了武林和平，自是能不同意。王成假称是皇上口谕，逼迫住持。元慧大师称，既是如此，要取面圣，王成自然不可能让他去见皇上。简称了空大师的武艺和佛理都远在元慧之上，请他退位让贤。住持以退为进，既号称精通佛法，那就请了空大师登坛讲经吧。齐天远自是不可能登坛讲经，那就挑个拿手的比武论输赢吧。众弟子担心方丈俱抢着比试，方丈考虑长远，自是不肯中计。可是了空直接就在后面偷袭。方丈虽年事已高，可功力深厚，泥人也有3分火性，何况避不过。了空要求方丈输了就退位让贤。就这样，两人在大雄宝殿开打。齐天远虽然年纪轻，可武艺高强，他师出武当，本是个练武奇才，因追名逐利，做小人被逐出师门，之后便做了王成的鹰犬爪牙。齐天远心狠手辣，出手阴毒，可元慧大师还是技高一筹，齐天远打不过，便直接搞偷袭。了空立马出招，方丈不慎中拳。就在方丈身受重伤危急时刻，外出的罗汉堂弟子慧能来到。正所谓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王成早有准备，一举拿下少林，让锦衣卫乔装成香客混上了山。锦衣卫下手阴狠毒辣，少林被袭，少林弟子没有防备，死伤惨重。慧能护送方丈退至藏经阁中，重伤的方丈自知已是在劫难逃，将木棉袈裟托付给慧能他们，让他们送去法华寺，让师叔保管。慧能等人不愿，抛下住持，可方丈誓死要与少林共存亡。门外早已如同人间炼狱一般，王成对木棉袈裟已势在必得，于是命人将少林寺团团包围，逼迫僧众拥护了空当新住持。少林僧众回他呸，放出狠话，一天不响日杀2僧。元慧大师为了保全众弟子，决定牺牲自己，舍凡尘而去，毫无畏惧地冲进熊熊烈火之中，舍一身皮囊救万千僧众，其大善。慧能等人带着木棉袈裟被袭，双方再一次在后山缠斗了起来。慧能武艺高强，击退来人数名，被来人知道了木棉袈裟在此，几人还未改头换面，掩盖行藏。为了以防万一，以木棉袈裟为重，师弟带上木棉袈裟先行离开，他则拿着空盒子应付齐天远。慧能身手不俗，可也寡不敌众，尤其来人全是狠辣的锦衣卫，更有第一猛将齐天远这等人物。他不慎被逼至悬崖，心一横，慧能直接就跳下崖去。大难不死的慧能支持不住，被路过的马贩子林苍伯救下。慧能再次醒来，是在帐篷里面。林苍伯有些好奇他的遭遇，出家人不打诳语，慧能道出实情。林苍伯气得咬牙切齿，气愤非常。他贴心答应替慧能保守秘密，并且收留慧能在家中养伤。他有4个女儿，个个才貌双全。老大林英与慧能年纪相仿，二人并不是第一次见面。1个月前，锦衣卫来强征马匹，其实说白了就是抢劫。马贩早就对他们横征暴敛不满，4个闺女更是气愤不已。
眼看着锦衣卫就要带走马群，此时传来喊叫，原来头马惊了。几人借收头马的借口，脚底抹油，锦衣卫也只能无功而返。辽阔的草原和马群太震撼了。大姐林英想套住头马没成功，路过的慧能上马抢了套马杆，和林英配合一起套住了头马。慧能长相英俊，又有侠义心肠，林英不知他是和尚，心生好感，二人更是互相赠了纪念礼物，这可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呀。三个妹妹看出大姐喜欢慧能，于是热心的来探听慧能婚否。林英是个知道把握幸福的姑娘，她看着慧能带着她送的剑，说慧能送她的佛珠，她也随身带着。慧能不能接受，只能假装不知道。可是一直这样也不是办法，慧能下定决心要离开此地。可此时齐天远也追到这里来了，慧能急忙请人传话给林大伯，告诉了他那是锦衣卫假扮的。意外看到林英手上刻有慧能名字的佛珠后，齐天远直接与林英交起手来。三个妹妹也是急忙赶来相帮，一个妹妹赶来父亲帐里报信，谁知竟然把人给引了过来，几人瞬间在帐篷里打作一团。慧能没有武器，只能赤手空拳。此时一个锦衣卫点了火，草原上瞬间浓烟滚滚起来。慧能为了草原众人引开了空，二人骑着马从火堆里冲出去。林父让三个女儿给总督送信，林英和父亲则赶去支援慧能。锦衣卫又让一个地方生灵涂炭。慧能、齐天远二人在马背上比试，二人俱是高手，一时难分高下。只是这慧能也不想着抄家伙，就这么赤手空拳跟人打架，也不知道他能撑到什么时候。慧能终于抢了一半的套马杆，马带断裂，慧能不慎落马，幸得林英及时赶来营救慧能。林父这边则负责拖住齐天远，在搏斗中，林父不幸中刀身亡，林英伤心欲绝，晕了过去。慧能只能带林英逃走，二人一直逃到武当山脚下，被武当掌门玄机真人给救下。恰逢弟子来报，齐天远上门求见，齐天远直接带人直逼武当山。见到师叔齐天远，没有半点尊敬。武当山可不像他这般丧尽天良，他称自己如今已是少林住持。玄机让人送客，不想跟他打交道，可齐天远是来捉拿慧能等人的，又岂能容忍玄机藏匿他们？武当山紫霄圣殿岂能给搜查？只能先行缓兵之计，拖延时间。玄机发现慧能果真是个和尚，怒斥他身为逃犯还藏匿武当。慧能无奈，只能对他道出实情。齐天远这边等得有点不耐烦了，武当山的弟子们并不肯相让，可这群锦衣卫一向猖狂惯了，一言不合，双方人马较量起来。此时师叔出现，齐天远询问他，可是师叔拒绝交人，双方一言不合，直接大打出手。玄机一人力挑众人不落下风，齐天远比着师叔还是嫩了点，自知不敌，只能暂时带人离开。慧能的三个师弟在行路途中遇到了齐天远的追兵们伏击，落下木棉袈裟，被齐天远得了。即便身负重伤，齐天远也不闲着，计划先杀慧能，再杀玄机真人，自己敌不过就通知王成发兵。为了慧能可以胜过齐天远，玄机决定传授他武当拳法。慧能不敢相信可以如此这般，可武当派向来是无门户之见，这一点其他门派得跟人学学。武当拳法动静结合，虚实相间，强调内功修炼，讲究以静制动，以柔克刚，以短胜强，以慢击快。以静制动，以意运气，以气运身，柔中有刚，软里藏硬，化气用柔。这听慧能跟林英坦白了身份，林英感觉一腔真情是为了狗，慧能的佛理可不是白学的。一番言论下来，林英怀疑人生了。不久，齐天远接到王成的密信，让他火速回少林接管住持之位。流落的师弟们终于找到武当山，慧能这才得知齐天远去继任了。玄机真人派出弟子协助慧能。王成已经知道刘大人参他一本，打算诬告已经圆寂的袁慧谋反，需要齐天远尽快收服少林僧众。齐天远到牢里探望被关众人，以自由和荣华富贵来诱惑他们。少林弟子怎可能受此奸人迷惑？一群人即便被关着也得打他，只是他们这些日子吃了些苦头，跟齐天远比也没有胜算，眼看收服不了，只能从长计议。慧能几人已经到达少林寺外围，遇到了等在此地的三个妹妹们。此刻突然传来大雄宝殿的钟声，正是举行新任住持的接任大典。慧能赶到大雄宝殿阻止仪式，齐天远早就等着他自投罗网。僧人纷纷脱下外衣，原来他们竟然是锦衣卫假扮的。慧能虽武艺高强，可锦衣卫环伺，再加上齐天远这个强敌的存在，关键时刻林英带少林弟子赶来，
众人心中满是对他们的仇恨，所以面对这群人也格外勇猛。木棉袈裟终于再一次找了回来，齐天远逃走，慧能赶忙前去追他。慧能融合少林武当功力大增，这一场慧能准备充分，带了刀，打得齐天远这叫一个手忙脚乱。齐天远眼看着情况节节败退，抄起旁边木棍朝慧能攻了过去。这一次慧能竟给他打得后退了，二人都是蓄力待发，深知这一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接着二人又重整旗鼓斗了起来，慧能一剑刺中了齐天远的胸口，齐天远发起疯来想拉他练背，慧能这一仗打得其实颇费力气，幸好此时林英过来顶替一阵，接着二人便联手进攻齐天远。林英真不愧为草原女中豪杰，跟齐天远赤手空拳也不落下风。接着下一轮慧能上场打消耗战，然后二人联手送他到千里之外。就这样，齐天远终于狗带了，慧能接任新的少林寺住持之位，他对得起师傅师弟和少林，可唯独对不起林英的一片情。这部《木棉袈裟》上映于1984年，老电影的打戏感觉很是精彩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